大家好，我是鬼叔，又到了睡前故事环节。害怕的小伙伴弹幕里扣个1，不害怕的抠下眼珠子。怪谈协会收录粉丝投稿的毛骨悚然的恐怖经历，以下都以第一人称讲述，切记千万不要夜里一个人看。中元节，7月15中元节，传说前后一连3天鬼门关都会大开，生死亦无界，孤魂与野鬼皆可游荡人间。不管你有没有真的遇到过，不少老人家就是会常常的告诫小孩子们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那一年的农历7月初，我们这栋楼4楼的一户人家办了白事。这户人家搬来不到2年，还可以算是新邻居，一男一女，全都30-40岁的样子，没有孩子，平日里和周围人接触不多，两口子话也少。事发突然，只听说那白事是给那家的女主人办的。这户人家办完白事以后，一连好几天，晚上都彻夜的在楼道里点着通红的门灯。他家所处的位置正好是楼梯的转角处，所以每次经过就想让人忽视都难。不过好在这样的日子仅仅持续了1周，没过多久就到了中元节。那一天晚上，我家来了不少的亲戚，热情好客的父母自然是留大家在一起聚餐。在那个下馆子还不太流行的年代，他们忙前忙后准备着饭菜招待客人。吃到一半，妈妈把我叫过来，让我下楼去跑趟腿，说去瞅一眼小区后面的菜场，如果还有没收摊的，就买点黄瓜、西红柿，买点凉粉什么的回来。如果都收摊了，就去小卖部买几包花生米回来。我那会儿虽然已经5-6年级了，但还是怕黑的。我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钟，已经7点过半，不情愿再下楼出门。这时候呢，我家亲戚里有一位向来大方的叔叔，竟然直接掏出了10元钱塞到我的口袋里，让我赶紧去，再晚了小卖部就关门了。而这10块钱就算是给我的跑腿费。我跑到菜市场的时候，真还有最后的一家卖菜的摊位在，不过也是正要收摊，我匆匆地买了几根黄瓜就往回赶。途中其实经过了小卖部的时候，有想过进去再带几包花生米，但远远地看到那路边有人在烧纸，那烧纸灰随风旋转飘荡的样子，让我不由得心中一紧，下意识地不想去靠近。那就直接回家吧，反正大人交代的事儿也算能交差。我一口气上到了3楼，可却还没到家，因为我家在6楼，不可避免的4楼是必经之路。在没有声控灯也没有感应灯的年代里，没有人家会主动的开门灯，楼道里就没光亮。出门急，没带手电，然而就是踏到4楼的第一步，不知怎么的，我一眼就看到楼道的中段位置有一大片白花花的东西。我也不知道那时候天上有没有月亮，反正借着楼外从小砖楼的砖孔里照进来的光，我看到了那是一名白衣女子。那女人背对着我，身穿白色的长袍，披头散发，长发过腰。她就站在那儿，我没有眼花，她就不时地在轻微的晃动，而她越晃，我的心就越是慌。我有想过转头下楼，绕到楼的背面，在楼下大喊爸爸妈妈，让他们派大人下来接我。但我又一转念，也许就是我自己吓自己，那其实是个人，其实就几秒钟的事儿，我呢就正常的通过就好。他要是追来，我就再多跑跑，反正离家也不远了，并且我同样可以大喊爸妈出来接我，何况家里还有那么多的亲戚在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就开始快步的往前走。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，那白衣女子竟也开始移动了起来，和我往同一个方向，只不过我的移动速度明显的比她要快。在经过她的瞬间，感觉身旁有些凉意，同时我的视线看到了她长长的袖口遮盖，看不到手，那白袖口似乎也有些透明。就这样，
看似平静的我通过了4楼，上到了5层，松了一口气。站在刚上来的5楼楼梯旁，下意识地瞥了一眼4楼，我发现那白衣女子就停在了4楼楼梯转角，是那户月初才刚办完白事的家门前。响动。那是某年冬天，一个看似寻常的周五晚上，一家3口吃完晚饭，父母有事呢要办，就一起出去了，留我一人在家写作业，并且叮嘱我今晚洗一个澡，好像是明后天小区要修什么管线，不定什么时候就要停水。当天作业不多，没多久就写完了，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钟，还不到8点。由于我习惯洗完澡就睡觉，尤其是在冬天，很明显现在时间还早。悠哉悠哉的我呢，随手打开了电视，窝在沙发里就看了起来。不记得当时看的是什么了，就只记得再一抬眼看时间，已经是9点过半。因为周6呢还有学校要加课，睡太晚第2天起不来，于是我赶快的关了电视，准备去洗澡。然而就在关掉电视以后，安静的屋子里突然间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，就是感觉背后有人在盯着你，你明明没有用眼睛去看，但就是能感觉到有人盯着你。奇怪，那个时候除了我，家里没别人，而且有了这种感觉以后，我本能的在家中查看了一圈，并无异样，门窗也都完好的紧闭，可这种被人盯着的感觉却一直存在。于是我把屋内的大灯全开，在房子里又查看了一圈，再次确认一切正常。我长出了一口气，觉得可能是冬夜的天晚了，楼里太安静，有那种感觉也应该是自己吓自己的错觉罢了。可就当我开始去找洗完澡要换的新衣服的时候，忽然间我清楚地听到了屋里有疯狂的犬吠，而且这叫声听起来绝不是小狗，但它是从哪里进来的呢？门没有坏。不过要说这叫声是外面或楼道里，但门窗紧闭，这叫声未免也太过真切了。循着叫声去找这犬吠的来源，我发现它来自阳台。然而阳台外包着卫生间和小餐厅，卫生间到不了阳台，唯一的通路是小餐厅，和阳台的中间有一扇推拉门隔开。至于这扇推拉门，晚饭过后它就被关好了，而且现在依旧关闭着。那怎么可能进去狗呢？也就是在我犹豫的时候，犬吠声停止了，然后停顿了几秒，我径直地走了过去，拉开了推拉门。阳台内空空如也，没有闯入者，更没有狗。接下来我拿着干净的衣物正要走进卫生间，而那犬吠声突然又剧烈地响了起来。这次真的吓到我了，因为距离太近，就是阳台传来的。但更令人始料未及的是，也就几秒钟过后，砰的一声巨响，先前我提到的那扇推拉门，那扇隔开小餐厅和阳台的推拉门，在没有任何人的推拉之下，自己爆弹开了。这一幕就瞬间地发生在我的眼前，毫无防备。我被吓得汗毛倒竖，大叫一声，迅速地打开门，跑到了门外。大约又过了不到半个钟头，快11点了，父母才从外面回来。他们问我为什么在外面坐着，洗澡了没？我说没有，并把晚上发生的事儿都告诉了他们。他们俩都不信我，只是安慰着我说，听到犬吠，要么是冬日里风大，要么就是楼下有狗，叫声大了点儿。至于推拉门自己爆开，也许是门口太紧，或许是热胀冷缩，但我仔细地查看过，我家的推拉门不松不紧，没有松到有个风吹草动就能自由滑动的状况。何况当时的门窗紧闭着，屋里根本没有风，也没有紧到会蓄力崩开。总之，怪事林林总总。时至今日，我仍旧心有余悸。
好了，本期结束，喜欢的小伙伴欢迎订阅。如果你也有让你无法解释甚至毛骨悚然的经历，或者身边人的恐怖遭遇，欢迎投稿给鬼叔。下期不见不散。